赵露思后援会因不满而停止更新，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赵露思全民后援会宣布暂停更新，引起广泛关注。在社交平台上，粉丝俱乐部表示与工作室沟通不顺畅，并给出了2个暂停原因。首先，最近有很多关于一部备受争议的网剧的新闻。几个月来，剧组并没有对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的澄清和回应，导致赵露思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女演员们一直受到谣言和不实指控的困扰，但节目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他们只是纵容强奸行为，让女演员承受舆论压力。其次，每当出现问题时，粉丝俱乐部总是积极努力维护偶像的利益，共同努力，但他们未能得到工作室的有效回复。面对这种情况，粉丝俱乐部决定立即停止更新，直至工作室给出相关有效答复。整篇文章看起来有点像中学生的逆反行为，仿佛在与父母作对。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不学习，也不工作。然而，截至发稿，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已经上了热搜，但粉丝们却没有等到工作室和赵露思本人的回应。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争议的根源。前段时间，有消息称商战剧《珠帘玉幕》即将开机，女主角确定为赵露思，男主角有屈楚萧、邓伟、陈哲远、徐凯等人选。也有传言称这部剧是1女3男的剧，女主角在商战题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故事情节与《楚乔传》类似，讲述了初唐时期一个聪明的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统领扬州的故事。该协会在珠宝艺术界崛起的故事。该剧预计10月底开机拍摄。屈楚萧的粉丝已经表达了不满，但后来又传出男主角可能会被刘宇宁取代。由于刘宇宁和赵露思此前曾合作过《长歌行》，粉丝们认为2人年龄差距太大，合作形象不符。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明星身份不符。毕竟赵露思已经和杨洋、吴磊等人气男星合作过，她曾与很多明星合作过，也算是1线女明星了。然而，粉丝团体和粉丝协会未能成功影响经纪公司和工作室的决策。有网友晒出了与翟灿东选角微信账号的对话截图，双方最初沟通愉快，但粉丝最终指责剧组选择刘宇宁，并要求剧组和制片人做出解释。他们认为这部剧试图走捷径，复制快餐剧中的热门情侣 CP， 这种做法注定会失败。他还表示将抵制该节目，并要求更换赵露思。然而，当我再次发送消息时，对方已经删除了回复。发展到这个阶段，可以说后援会的期望落空了。首先，粉丝俱乐部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定位，不要高估自身价值。作为粉丝，指责并试图干扰偶像的事业是禁忌。我们应该认识到，粉丝和偶像之间不存在双向关系，只是粉丝支持和追随的一厢情愿。所以，粉丝没有资格对自己的偶像提出要求。虽然歌迷会在工作上做出了贡献和努力，但赵露思的事业不会因为少了你们而停止。粉丝俱乐部的粉丝数量有限，只有47万1千人，影响力较小，对赵露思的事业帮助有限。这也是赵露思工作室和她本人一直反应冷淡的根本原因。毕竟，没有你，地球仍将继续运转。其次，后援会选择了错误的目标，抱怨找不到工作室人员沟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赵露思工作室的老板就是赵露思本人，所有的决定最终都是由她做的。你要找的联系人只是工作室的员工，他们对解决问题不会有太大帮助。而给选角导演发微信投诉更是幼稚。一部大剧的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制片方和资本方。这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选择从来不是由选角导演单独决定的，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即使配角确定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制片人手中。作为制片人和合作者，你为什么要向你的赞助人父亲传达你的抱怨、唠叨和威胁？最后，粉丝俱乐部也不要过于自负，贬低自己，而忘记了赵露思背后强大的资本支持。即使没有粉丝的支持，她仍然可以在娱乐圈中出名并获得项目机会。
赵露思的经纪公司是成立于2015年的银河酷娱乐，赵露思算是这家公司的顶尖艺人。除了他之外，还有艺术家李九霄、刘特等。不过，可别小看这家公司。第3位股东为北京大宇快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股20%。阿里巴巴是该公司的幕后推手。阿里巴巴控股优酷、阿里影业、淘票票等影视娱乐公司。有如此复杂的资金链支撑，即使没有粉丝的支持，赵露思也完全能够在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中实现自产自销。退一步来说，粉丝无法左右工作室的决定，也没有资格左右艺人的选择。赵露思和刘宇宁是否合适的搭档，并不是由粉丝决定的。也许他们的合作还不错。另外，这样的古装剧与电影不同，人气明星赚大钱的机会并不多。在资本的支持和强制下，他们能做什么？不演戏。也许这不是艺术家自己能决定的。或许赵露思接演这部剧是为了赚取巨额片酬。国内娱乐圈最恶毒的人也没有放过杨洋，他们正在竞争进行比较。看看这个演员，再看看那个演员。这次娱乐圈狂欢的目的是什么？最近2部热门剧《他从火里来》和《楼下的房客》的男主角杨洋和黄景瑜被搬上舞台，成为最热门的对比对象。但这些观众对邋遢的狂热态度有何意义呢？到底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宣泄的方式，还是真的担心这些演员的表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起比拉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趋势。如果我们不能理性地看待这些演员的表演，很可能会给自己的心理健康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2位明星同样出演了电视剧《星火》，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表演风格。一个是杨洋，擅长挂时尚吊坠，展现凶猛气质；另一位是黄景瑜，镜头前轻松自在，没有一丝表演的痕迹。他们的眼睛也不同，一个人不关心相机，而另一个人则非常关心相机。这位明星的表演风格或许在拍摄时没有预料到，但在观众眼中却能提升整部电视剧的表演水平。除了2位主演之外，其他角色也经常被观众调侃。对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是我们从小就使用的一种语言组织方法。在娱乐圈，拖拽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关注明星的表演风格，而不仅仅是外表呢？娱乐圈以前以比较和对比为主，现在已经被拉扯和踩踏所取代。对于绝大多数网友来说，邋遢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利益而战。但在娱乐圈却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观众因为被压迫太久，开始通过打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交通时代的结束，也让大众不再将各类交通视为那么重要。杨洋成为了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他不说话，让他成为群众攻击的对象。就连剧组也无法凸显出主角的光环。比如《长月于禁》男女主角的大力宣传，却遭到了观众的不满。女2号叶冰裳因其性格和经历引起人们共鸣，成为观众的新宠。博主们也开始吐槽女主，解说视频的数量和播放量都远远超过了剧本的内容。总的来说，众筹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而在娱乐行业，观众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剧组需要更加谨慎的工作，以免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对。在这个娱乐行业，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观众的意见，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那么，您认为霸凌现象会给娱乐圈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2023年的娱乐圈，配角都变成了紫微星，一些不起眼的角色也因为出色的表现而受到关注。云雨中的2位男女配角，因其精湛的演技和感人的细节，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就连导演郭敬明本人也因为这部剧收获了一丝诚意。与其他混蛋导演相比，郭导对于化妆、灯光、布景等元素非常用心。凭借这部剧，他也成功战胜了其他导演。除了云之羽之外，封神、质子战队也因为规则和专业而成为备受关注的一群人。今年的娱乐圈似乎是一场不关心所有人生死的混乱混战，但配角和质子团队却在这场混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存在。那么，您认为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取得成功需要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观众选择不看好影视作品？因为在这个混乱的娱乐圈，好作品、好演员越来越难找，霸凌成了表达不满的有力武器。今年的邋遢不仅仅靠演员颜值和演技，也与该剧的文本利益和中心思想息息相关。当观众发现剧中呈现的三观和想要传达的理念存在巨大问题时，就会通过演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常月照披着梁具的外衣，践行封建糟粕，观众成为女二号，吸引着有主角光环却很难让观众信服的男女主角。陈都灵通过饰演女二号，获得了广泛的喜爱和喜爱。你是我的人间烟火，开创了大勋元年的盛世，其实也有同样的逻辑。拉踩也许不太体面，但却是一种直接而有效的手法，可以揭露影视剧虚假、繁荣的表象，并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观众会选择屏蔽还是保持沉默呢？电视剧《爱情先生》因剧情陈旧、杨洋演技过火而被诟病。不过，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对这部电视剧的反对，更是对整个娱乐圈赚钱文化的反对。易梦玲作为网红，在进入娱乐圈后也受到了打压，但这种对立其实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抵制娱乐圈陈旧的创作思维和过度商业化的机会。我们需要反对那些不合理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的无限制扩张，保持我们独立的思维和审美标准，从而推动整个娱乐行业向更加艺术化和精神化的方向发展。嘉年华火了，但你有没有发现，恶毒女主和舔狗男主已经成为观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原来是强大的武器，帮助主角达到了最高点。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些人物最初的存在是为了增加戏剧张力，但随着人物的逐渐深入，他们成为了该剧的灵魂人物。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也反映了观众内心的需求。不仅如此，拉抬也成为观众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通过拉扯和踩踏，观众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对剧情的看法，同时也能倒逼编剧、导演和演员更多地倾听观众的需求，共同进步。但如果观众越来越失望，那就懒得介入了。因此，编剧、导演和演员也需要更多的反思和改进，才能保持观众对剧情的持续关注和热情。总之，恶毒女主和舔狗男主的出现，不仅能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剧情，也体现了观众内心的需求。而拉踩则是观众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最终，只有编剧、导演、演员的不断反思和完善，才能保持观众对剧情的持续关注和热情。您认为编剧、导演和演员应该如何提高，才能让观众更满意？